哭，一出生就哭丧，怎么不哭死你？妈，刚出生的孩子哪有不哭的？你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当初要不是看你怀孕，我才不会让你进我们王家的门。谁想到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冉冉，你怎么样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女人刚生完孩子不吉利，看见了要倒大霉，快出去！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不就是个赔钱货？我可告诉你们，赶紧要2胎啊！必须给我生个大孙子出来。妈，你别说了，不管男孩女孩都是我和冉冉的宝贝，这么小就会笑，那就叫乐乐吧。小王，有个客人叫代驾，给80块，接不接？好，我马上到。你好好休息，我现在就去给女儿挣奶粉钱。妈，你给冉冉做点好的事。知道了，赶紧去吧。一副抽筋拔骨的样，俺们当年生完孩子立马就能下地干活，就你会享福。过2天就不麻烦你了。王婉成家属吗？你老公出车祸了，赶紧来医院手术室。我马上就来。我的儿啊，肯定是这死丫头片子克你了。坚持住，婉成还在等着你。婉成，儿子你在哪儿呢？王婉成家属，在呢。医生儿，我儿子咋样了？俺家可没钱呀，要没事赶紧让他出院吧。准备后事吧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你别吓唬妈呀！婉成，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你肯定是骗的。我回去照顾孩子去了。快，有人昏倒了！齐总已经找到了一个叫陶然的产妇，如果她就是您失散多年的妹妹，那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！快带我去见她！哎，您跟我来。诶，人呢？12床的病人呢？去手术室了吧？她丈夫好像出车祸了。齐总，这边，快，病人产后出血，马上准备手术。怎么这里也没人？再想想，哪里还能找到她？齐总，陶小姐生了个女儿，她婆婆早就吵着要出院了，不如您再去她家里找找。他就是个扫把星，克死爹妈的孤儿。看我儿子人好，死皮赖脸的贴上去，这下可把我们家害惨了。这姑娘也挺可怜的，又刚生孩子，你就少说2句。我凭啥少说？要不是他好吃懒做，还逼着我儿子拼命挣钱，我可怜的万行能死吗？妈，我自从和万成结婚，就算挺着大肚子，家里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的活也都是我在干，怎么就变成我好吃懒做了？好，看见了吧？故意装睡偷听我讲话，你说说他得有多少心眼子吧？我没有。妈，我哥到底怎么样了？莎莎，你可被这个女人害死了！不是我，万成明明是出车祸走的。你这个贱人，害死我哥的杀人凶手居然还有脸活着！我打死你！我是我害死的万成。行了，别打了，赶紧回去处理后事吧。你哥公司的人要来家里谈赔偿，咱们先回去，别因为这贱人坏了大事。等我腾出功夫了，再收拾你。妹妹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哥哥去给你买糖。气球。小时候贪玩和哥哥走散，没了家人。长大后好不容易遇见个真心对我的人，也丢下我走了。万成，你等等我。
我这就来找你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大姨，我就是想要个家而已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傻姑娘，跳下去，你孩子可就要走你的老路了。孩子，对，我还有孩子，他还那么小，不能没有妈妈。想通了就好，回去吧，你们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多少？20万？不可能！我儿子一条人命就值20万。我哥可是因为你接通电话才死的，赔偿不到位，你别想脱身。王万成出车祸是因为他自己闯红灯，一共就这些钱，你们不满意就去法院起诉。领导啊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儿媳和孙女吧，他们孤儿寡母的没了顶梁卷，以后可怎么活？是啊，经理，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再拿点吧。那就再加10万块钱，别得寸进尺啊！好，领导还是您心善啊，我替孩子和他妈谢谢您了。没想到这小兔崽子还有点用，白得10万块钱呢。陶然是住这里吗？你谁呀？找他干什么？找错了，这里没有什么陶然，你们赶紧走。如果你们有他的消息，随时联系我，必有重谢。走。莎莎，你刚才拦着我干什么？他要真是陶然在外头的野男人，我怎么也得替你哥出口气啊！妈，那个男人看着就非富即贵，咱们惹不起。等陶然那个贱人回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你留下来再跟邻居打听打听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住在这里。明白？陶然，别怕，你已经是妈妈了，一定能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莎莎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嫂子，奸夫都找上门了，你还一个样，你还有脸说是我嫂子？什么奸夫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还跟他废话什么？带着你这堆破烂滚远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和万成攒钱买的房子，你们不能赶我们走！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把这个野种也带走，恶心死了！哥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。您好，请问还招人吗？不招了，不招了，哪儿来的讨饭的？晦气！你带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怎么干活啊？我这儿可不是你坐月子的地方。服务员倒是不招了，不过嘛，老板娘倒是缺一个。混蛋！下雨了，怎么了，乐乐？怎么这么烫？不哭了，乐乐，妈妈带你去医院。请问还招人吗？不招了，不招了！可是大事，赶紧带孩子上大医院检查去，晚了孩子就废了。孩子爸爸呢？实在没有，找家里人借点也行啊。齐总，城中村来信了，说周围邻居见过陶然小姐。立马掉头回去。妈，乐乐发烧了。贱人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妈，医生说乐乐的病真的很危险，您就帮帮我们吧。滚！一个野种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妈，既然人都来了，就让他进来吧。珊珊，大家看啊，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为了外面的野男人害死了我哥。你血口喷人，万成是出车祸走的，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儿。
还敢狡辩，跪下！我没有做过那些事，我不跪。今天我非替万成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，亲戚们也都给我做个见证。你干什么？把孩子还给我！老实点儿！夫人，别装死，起来！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脸皮子！住手！没事吧？我带你去医院。你是谁啊？我是……奸夫都找上门来了，还装呢？你这个贱人！今天当着万成的面，我就替他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妈，好啊！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老婆子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用的这么顺手，看来平时也没少欺负他吧？那就让你也尝尝这戒尺打在身上的滋味。不要！你还护着他？妹妹！然然要是有事儿，我让你们一家陪葬。这对奸夫淫妇简直无法无天了！妈，刚才那个男的叫陶然妹妹，难道真是我们误会他了？谁知道叫的是亲妹妹还是情妹妹？是什么都可以，亲妹妹就让他拿抚养费，情妹妹就要封口费，怎么样都是咱们赚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赶紧去找他呀！院长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身体情况太差了，平时营养跟不上，生完孩子再不好好保养，早晚要出大问题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都是哥不好，到现在才找到你。你放开我！你醒了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去叫医生。你到底是谁啊？然然，我是哥哥啊。你真是我哥哥？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鉴定。不过看见你手上的伤疤时，我就已经确定了，你就是我妹妹了。那是我带你上山摘桃的时候被狗咬的，还记得吗？然然？哥，真的是你？是我。然然不怕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。没想到这小贱蹄子还真有个哥，我现在就去找他要生活费。妈，现在可不能再用老办法对付他了，你听我的。还是莎莎你有主意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陶然，你凭什么就这么好命？哥，怎么是你们？我们就不能来了？嫂子，我们也是你的家人啊！你住院了，妈担心的整晚睡不着，一早就起来给你做补品。对呀，你看看这南瓜可是我刚从市场买了回去做的，新鲜的呢，我都没舍得吃，全给你拿来了。这南瓜在厨房地上放了1个多月都发霉了，您不会以为我没看见吧？你就是太矫情了，像我们那个年代，饭都吃不饱，什么发霉不发霉的，全都往肚里塞，你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那就带回去你自己吃。我们冉冉娇贵，自然是吃不得。家里保姆刚炖的鸡汤，趁热喝。谢谢哥。俺们家条件差，他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要是1月给我拿几千块钱生活费，我保证把他伺候的跟皇后娘娘似的。够了！齐明远的妹妹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踏进那间小破屋子，带着你们的东西滚出去！冉冉，等你养好身子，就去我公司上班吧。哥，我初中毕业就不念了，什么都不会。冉冉，哥当然能一直保护你，可你难道不希望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，给乐乐做个好榜样吗？可是乐乐也需要人照顾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会给乐乐找最好的金牌阿姨，你就安心去打拼自己的事业就行了。哥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以后有哥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了。至于王家人，我也不会放过他们。哥，不要，他们毕竟是万成的亲人，也是乐乐的奶奶和小姑，你就饶了他们这一次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但是咱们可说好了，过几天就去公司旗下的展厅报道，那是哥送给你的礼物，不能不要啊。那个死丫头，以为她找这个哥我就没管治她了，我们走着瞧。妈，陶然的哥这么快就找人报复我们了。这个老不死的，把家里的钱都藏哪儿去了？
抓小偷了！抓小偷了！抓小偷了！妈，是我，万志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自己人啊！万志，大哥，你不是在滨城做大生意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要不是被催债的逼得走投无路，谁愿意回这破地方？万成出了事儿，我这个当哥的怎么也得回来挑大梁啊！万成死的冤啊！那个小贱蹄子仗着自己有个开公司的哥，都想骑到我头上拉屎了。万成的媳妇儿娘家这么有钱，有钱有什么用？他就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一分钱也不想给我们家。他克死了万成，还想就这么算了？没门儿！这钱必须让他拿。可是他哥看着可不好惹啊。妈，你怕什么？这不是有我呢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展厅新领导。新领导介绍的同事啊，陶然，大家欢迎。一个丧门星有什么好欢迎的？不如欢迎大爷我！你们又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要个说法。大家看啊，这是我弟弟，当初为了他和这个女人结婚，我妈拿出全部的积蓄都还不够，卖血换的彩礼钱。胡说！我和万成结婚没要过1分钱，不信可以去查银行流水。你多聪明啊！当时就让我妈拿现金，当然查不着。我没有。这也就算了，结婚没几天，他就跟我们隔壁的修理工好上了，这一点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啊。万芝啊，这死丫头虽然笨点，但真没做过对不起你弟的事儿，邻居也没人知道。妈，你没听说过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车吗？难不成他这些同事还真能去找咱邻居打听？也是，还是我儿聪明。我明白了，你们今天来就是想把所有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是吧？哎，可不是呀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好，既然你们把我说的这么过分，那现在就去法院起诉我。这里是公司，请你们出去。对，谁放你们进来的？赶紧出去！没天理了！儿媳妇小孩和外人一起欺负我个老婆子，万成啊，妈活着也没什么念想了，这就找你去。你个没良心的，都不拦我一下，就盼着我死是吧？妈，咱们还没替哥讨回公道呢，你可不能死！对，我偏不如你这个贱人的意。妈，万成出车祸走了以后，你就把我和乐乐赶出家门。乐乐高烧不退，你们也不管不顾。如果不是我哥赶来，他早就活不成了。现在我出来工作就想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，你们也怕完成地下有知，怪罪你们吗？闭嘴！二嫂，二哥已经死了，就算怪罪又能怎么样？总不能掀了棺材盖来打我们吧？那也太有意思了，我还没见过真的鬼呢，正好让我开开眼。你们怎么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？我念你们是万成家人，处处忍让，没想到你们连他也不在乎。一个死人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别废话了，现在拿100万赔偿金出来，我们立马就走。没门儿！你们别想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虽然是家务事，可齐总是吩咐了要照顾好陶小姐，看来还得我出手。干什么呢？这里是公共场所，由不得你们胡来。保安，把这几个人给我赶出去！你们放开我！他家里我们老王家的人，死是老王家的鬼，我要点钱怎么了？轻点儿！利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不了我不要100万了，还不行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辆车总行了吧？对，反正你现在也在这里上班，给我大儿子买个车，还能给你算提成呢。二嫂，你都有个厉害的哥了，总不能一辆车钱还抠抠搜搜的吧？别说我没有，就算有，为什么要给你们这种不劳而获的人？万成啊，你看你找的这个没良心的媳妇儿，气死你娘了！够了，你们要买车是吧？好，去挑吧。儿子快去啊，咱今天就买贵的。陶小姐，这用不用通知齐总？不用麻烦我哥了，一会儿他们签完合同以后，你就带人过来。我来展厅的第1单可不能黄了。万成，我给过他们机会了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先生您好，今天想看个什么款式的车？
去，什么档次的水就往我面前递。又来个暴发户。是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快里面请。大哥，您看啊，这车型气派宽敞，你们一家人都能坐下，而且经济实惠，油耗还低。你看不起谁呢？我这种身份当然要开豪车。就是我儿子什么身份，怎么能开这种车？您说的对，这边还有30万的进口车，您再看看呢。大哥，万成说你这些年在外面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时不时还管他借钱，买这么贵的车你也养不起啊。哼，我还说呢，看打扮也就是普通人家，眼光居然那么高，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啊！你们少狗眼看人低，我们家万志有的是钱，去把你们店里100万以上的车开出来。得嘞，看您这气质就不一样，财大气粗。几位跟我这边请。老夫人、大哥，你们看看这辆车怎么样？哇，是保时捷耶！哥，我看电视上开这车的都是大老板，你开上肯定有面子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你哥一个月挣多少钱？等把这车卖了，不仅能还上债，还能去外地好好潇洒一阵儿。我儿子可有本事着呢，不像有些穷鬼，只配开个几万块钱的破车，自己儿媳妇都说破了，还装傻呀？又穷又装呗，越是没钱的人，越怕别人说他没钱。你们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让老娘丢人，你心里就痛快了是吧？脸面这东西，别人给不了也丢不了，都是自找的。天哪，还动手打自己儿媳妇！快拍下来，让网友们都看看这恶婆婆的丑恶嘴脸！你们说什么呢？我替我儿子教训不听话的贱人，怎么了？妈，先别管他们了，就要这条了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路是自己选的，希望你们别后悔。老板，合同来了。我当然不会后悔。你签。你买车为什么要我签字？是啊，万志，你傻啊？他签字，那车不就成他的了？妈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用他的名义买，他要是不拿钱，那就是老赖；要是拿了，老婆婆开儿媳妇的车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是啊，这样就不怕他不拿钱了。我就说让你早点跟你哥出去见见世面吧，真能学的东西。我买的车给你们开，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本事开出这道门。合同给我吧，我签。你这么痛快，不会是想坑我吧？要买车的是你，要我签字的人也是你，我坑你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万志啊，听妈的，就写你的名儿，咱们3个人在这儿呢，不怕他跑了。也是，你要是不拿钱，我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大哥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给您安排个提车仪式。哎呦，我说好，去吧去吧。天哪，大哥，你真厉害！那是，你大哥可比万成那个呆子有本事多了。要论坑蒙拐骗，万成确实不如他。你又欠打了是吧？哎，妈，今天咱买车，别跟他这种扫把星计较了，等他掏了钱再收拾他。算你运气好。恭喜王总喜提新车，愿您的新座驾护您左右，前程万里。好，好，好。莎莎，快给哥多拍几张照片，一会儿我发朋友圈。好嘞。好了好了，哥给我也拍2张，我跟莎莎一起拍。大哥，那咱们现在把款结了吧？过来付钱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买车，凭什么让我付钱？你这个贱皮子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不拿钱我打死你！你居然敢还手！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还是那个打不还手、骂不还手的傻子吗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拿不出来钱就去跟警察说吧。看你还怎么报警！不拿钱，老子他妈弄死你！住手！死老头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管不着！哎呦，你们他妈的谁呀？你们一帮臭要饭的销售还敢动手打人！我要跟老板投诉你们！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老板？不对啊，妈，这可是江城数1数2的汽车销售店，他怎么可能是这里的老板？有道理，别以为找2个人演场戏就能骗得了我们。
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买车的钱你们都得拿，不然我只能请你们去警察局喝喝茶了。你以为老娘是吓大的啊？我们不偷不抢的，凭啥去警察局？违约还不给违约金，可是老赖行为。不过也是，像大哥这样的惯犯，应该也不在乎再多赖一。什么老赖？万芝在外头可是做大买卖的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老娘撕烂你的嘴！看清楚了吗？300万！大哥，你怎么欠了这么多钱啊？你是猪啊！他随便打印张单子污蔑我，你就信了？我就说嘛，肯定是这个贱人说谎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约上大哥的其他苦主一起去警察局，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。不行！哼！别怕，有妈在，没人能害得了你。不行吗？我欠了那么多钱，去了警察局，那些债主会打死我的。我看谁敢！还有没有王法？你说什么？你欠钱了？我执迷不悟。你不能打！干什么？妈，你帮帮我！要是那帮畜生抓到我，我就活不成了。这么说，这是真的？是，可是做买卖的谁能保证稳赚不赔啊？你个鬼东西！我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原来是在外头欠了钱，跑回来躲债了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老二已经死了，我要是再没了，那咱们老王家就断子绝孙了。妈，不就是违约金吗？长春村那套房子抵给你总行了吧？总行了吧？那是我和万成一起买的房子，你有什么资格用来抵押？反正房本只写了我儿子的名，我现在就这点东西，你要就要，不要拉倒。先把房子收回来，不然将来也是让这家人卖了。成交。妈，房产证拿来了。现在满意了吧？连自己人都算计，丧良心的东西！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哼！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早就来了，看见他们欺负你，正要帮忙，没想到我的妹妹已经能自己处理好这些事儿了。哥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陶小姐，你快回来呀！乐乐发高烧了。我马上回来。妈，你咋知道陶然和那个小兔崽子在这里啊？呸！说起来都丢人。隔壁的小张在医院当保洁，说看见那贱人和陌生男人带小杂种来看病了。那不是正好？等他一不注意，我们抱上孩子直接就跑。等孩子到手，不怕他不听话。走。乐乐真乖，真是个勇敢的宝贝。王乐乐家长，去护士站领出院单，下楼缴费吧。哎，我现在就去。你把孩子放这里吧，我帮你看着。好好，谢谢你啊。怎么还有个护士在啊？护士怕什么？我是孩子奶奶，来接孩子那不是天经地义的。你们是谁啊？这是病房，闲杂人等不能逗留。什么闲杂人？我是孩子奶奶，让
不行，孩子妈妈没回来之前，你们不能把孩子带走。快点，他回来了。臭娘们儿，少管闲事儿！快来人啊！有人抢孩子！乐乐，陶小姐，你婆婆带人把孩子抢走了。什么？站住！把孩子还给我！到手的摇钱树，傻子才还给你！快开车！哥，乐乐被王家人抢走了。妈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打电话管那个臭婊子要钱？不行，他现在有靠山了，硬来咱们不一定能干得过他。软的不行，咱们就来阴的。那怎么办？陶然看见我们把这小崽子带走了，一会儿就该来要人了。你们没当过妈，不知道孩子丢了最难受的啊，其实是找不着孩子的时候。我明白了，先把孩子藏起来，等他急得不行了，再管他要钱。开门，把乐乐还给我！干什么？大白天的叫魂啊！乐乐呢？你把孩子还给我！孩子不是你带走的，怎么丢了？别还想往我身上赖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孙女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死几次都不够赔！你还撒谎！医院护士明明看见你把孩子抢走了，这是我家，谁准你闯进去的？滚远点！哥，乐乐，我知道，这房子已经抵押给然然了，该滚远点的是你们。那就算要搬，也得给我们点时间吧。给你们多少时间都可以，但是现在我必须马上进去找乐乐。你们干什么？有钱了不起啊！乐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就说他不在这儿吧。要我说啊，这就是天意，老天都不想让乐乐再跟着你这个黑心的妈。住嘴！把门锁砸开，那是莎莎的房间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叫人砸自己小姑子的房门，不好吧？我没空跟你耍嘴皮子，让开。喂，你真把自己当个人了？我哥娶你进门是给我们家当佣人的，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呼吸呼吸新鲜空，怎么了？让开！我靠在这儿怎么了？老二媳妇儿，不是我说啊，你也太霸道了。现在就准备300万现金放到中央大街的垃圾桶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哥，宝贝打电话来要赎金了。敢帮我齐明远的外甥女，我现在就去把人抓出来。不行，我大孙女还在他们手里呢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负得起责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哎，当然是去准备钱呀！你这出门都配保镖的身份，不可能这点赎金都拿不出来吧？哥，你去准备钱吧，我在这里等宝贝消息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
是孩子的哭声，还敢说你们没偷走孩子？开门啊！把乐乐还给我！你谁呀？敲门这么大声，吓着我儿子了，你负得起责吗？大爷，你都60岁了，哪来的儿子？一定是他们把我的孩子送到你这儿藏起来的。怎么了然？乐乐没事吧？不是乐乐，60岁怎么了？大爷，我身体比你们这些年轻人还硬朗。你们赶紧去筹钱啊！乐乐是我们家万成留在世上唯一的血脉，他要是出事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哥，我没事儿，你快去吧。我哥去拿钱了，现在可以让我见乐乐了。还没见着钱，没见到钱就想绑匪给你看孩子，你动动你的猪脑子想想，可能吗？喂，乐乐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你就能安心这么干坐着？急什么？绑匪要的是钱，乐乐要是有事儿，他们1分钱也拿不到。我看你就是有了别的野男人，巴不得那个拖油瓶出事儿。你闭嘴！我现在只想让乐乐平平安安的回来。他要是有事儿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绑匪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好奇这300万赎金绑匪会怎么分，不会到最后有些人白忙活一场，1分钱也捞不着吧？少说些没用的屁话，还是担心你那个小崽子吧。300万，1分不少。乐乐平安无事之前，谁也别想拿到钱。哥，你带着钱去中央大借吧。我也要去。乐乐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好，那你留在这里等消息。那个场面你去了，我怕你控制不住自己。小妹儿，你别去了，等一会儿他们把钱放进垃圾箱里以后，我就给你发信号，你再打电话让他们走，知道吗？为啥我留下来啊？你这丫头，这是保护你，懂不懂？听话啊，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来了，来了。说是为我好，哪次好事有我的份儿了？就是想独吞那钱。哥，回来吧，鱼已经上钩了。掉头。是。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去？难道那个小贱人知道怎么回事了？不能回去！你们现在赶紧去救我大孙女啊！她要是出事了，你们就是杀人凶手！省点力气吧，一会儿有的是你说话的时候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女儿在我手上，不想她死就把钱汇到这个海外账户上发送。小兔崽子，没想到你还有点用嘛！等拿到这笔钱，我就能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狠狠消费一把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还是那么的蠢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因为我知道你注定是他们母子这场阴谋里的牺牲品。看清真相后，以你的性格是不会坐以待毙的。把乐乐还给我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说真的？当然，我只要乐乐平安。站住！再过来，我就摔死这个小杂种！你别激动，我不过来。你们这些骗子，全都是骗我的。说什么为我好，其实就是没把我当人看。王莎莎，
乐乐他还小，经不起你这么吓唬的。那正好啊，就让这个小畜生陪我一起下地狱。我就是要搞砸你们的计划，谁让你们把我当成垫脚石？你别瞎说，我们不知道什么计划，都是你一个人干的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好，你们想赖到我身上是吧？没门儿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然然，还好乐乐没事。把这几个绑匪给我抓起来，全都送到警察局去。别怕，有哥在。把他们带走，再叫辆救护车过来。没事了，妹妹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绑架的主意是我哥出的，是他让我干的，你们抓他去坐牢！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自己思念，警察同志，我是被逼的。都给我老实点，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。然然，救救妈！救妈！知道错了。从你们把乐乐当成筹码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的下半辈子就在病床和监狱里度过吧。走吧，哥带你们回家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孩子除了受到些惊吓，身体毫发无伤，回去好好安抚就行。谢谢医生，谢谢你。我就说乐乐是个有福气的孩子，这下放心了吧？我的宝贝，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。郝女士，孩子没事就好，我们需要给您做个笔录。你问吧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王万志和王莎莎在局里互相推我，他们一口咬定这只是家庭内部的经济纠纷。他们说只是带孩子出去玩，跟您开个玩笑，想借点钱。开玩笑，300万的玩笑吗？这是王莎莎发给我的勒索短信，还有她指定的海外不记名账户截图。王万志在 4S 店被人追债的哀求声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段录音，王万志欠下巨额高利贷，王莎莎贪图享乐，他们为了钱蓄意绑架勒索，证据确凿。有了这些铁证，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。绑架勒索300万，数额巨大，这兄妹俩10年起步是跑不掉了。冉冉，你真的长大了，做事滴水不漏。对付恶人就得一击毙命。齐总，大小姐，楼下重症监护室传来消息，曾翠芳醒了。她一醒就在里面撒泼闹腾，吵着要见家属。终于醒了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哥，你帮我看着乐乐，我下去看看他。那种人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让保镖去处理就行。不，有些话我必须亲自去跟他说清楚。医生说他命大，但双腿保不住了，高位截肢。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你个小贱人，还不快过来伺候我！万志和莎莎呢？让他们来接我出院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你这辈子都下不了这张床了。你放屁！你咒我！车祸太惨烈，你的双腿已经被截肢了，下半生只能当个废人。我的腿！我的腿呀！别急着哭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你最疼爱的儿子和女儿因为涉嫌绑架勒索300万，
已经被警方正式刑事拘留了，证据确凿，10年起步。你们王家彻底绝后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擦擦手，别沾了晦气。他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等死。接下来，该去处理那2个。老实点，坐下。弟妹，我的好弟妹，你救救我吧！我猪油蒙了心，我不是人。你看在我狄万成的面子上，给我出个谅解书吧。死到临头还敢提万成，真是恶心！你弟要是活着，第一个亲手掐死你。嫂子，我真的是被逼的，都是我妈和莎莎那个死丫头出的主意，我根本没想伤害乐乐。警察同志，都是王万志逼我的，绑架的主意是他出的。他说弄到300万就带我远走高飞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放屁！王莎莎，你个小贱人，明明是他拿孩子威胁你们的，这个白眼狼，平时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想让我顶罪，我要立功！狗咬狗的戏码真是精彩，谅解书你这辈子都别想了。我已经请了江城最好的律师团队，你们兄妹俩就准备在里面把牢底坐穿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倔强！哥，我们走。好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法官大人，都是这个贱丫头出的主意，是她要绑架孩子的。我不想坐牢，妈，救救我啊，妈！法官大人，都是这个贱丫头出的主意，是她要绑架孩子的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贪图那300万，你还说要拿钱去还赌债。你放屁！肃静，被告人注意纪律。审判长，这是原告提供的完整证据链，包括录音、转账记录以及现场监控。另外，我方查明被告王万志曾多次参与诈骗，系长期失信人员。此次绑架勒索性质极其恶劣。你们欠我的，今天终于要连本带利还回来了。现在宣判，被告人王万志、王珊珊犯绑架罪、敲诈勒索罪，证据确凿，数罪并罚，判处王万志有期徒刑12年，判处王莎莎有期徒刑10年，并处罚金。我不想坐牢，妈，救救我啊，妈！啊，我的儿啊，我的钱啊！嫂子，我错了。都结束了，冉冉。哥，我们回家接乐乐。哥，我想带乐乐去看看万成，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万成，我终于可以平静地面对你了。万成，伤害过我们母女的恶人都已经伏法了，乐乐现在很安全，我也找到了我的亲生哥哥，我们以后都不会再受欺负了。你在那边可以放心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王家的媳妇，我只是陶然，是乐乐的妈妈，是齐家的女儿。妈妈不哭，妈妈没哭，妈妈是高兴。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
准备好了吗？走吧，哥。齐总，大小姐，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陶然。从今天起，她将持有齐氏集团30%的股份。恭喜齐总找回千金，只是咱们集团业务繁杂，大小姐以前没接触过商界，怕是会觉得吃力啊。想拿激励压我，刘经理是吧？大小姐认识我？我以前在底层摸爬滚打，最擅长看人下菜碟。你西装袖口磨损，领带却换了最新款的限量版，说明你重面子，却在细节上捉襟见肘。听说你负责的南区销售额这个季度下滑了10%，有空操心我吃不吃力，先想想怎么保住你的位置。大小姐教训的是，都去忙吧。刚才表现的不错，有齐家人的气魄。以前为了生活只能忍气吞声，现在我不想再退让。这就对了，集团旗下的高端汽车销售业务一直缺个有魄力的人来管。你以前在 4S 店干过，最懂里面的门道，这个板块以后就交给你全权打理。哥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哥，既然交给我，那就现在开始，帮我通知汽车业务部的所有高管，10分钟后开会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压阵。大小姐，这是咱们汽车部第3季度的财务报表，您刚接手，签个字走个过场就行。想拿我当提线木线？赵总监，这份报表做得很漂亮。那当然，咱们部门的业绩一直都是集团前3。漂亮到连装潢费、保险返点和售后配件的利润都被你吃得一干二净。大小姐，您没接触过这行，这都是正常的行业损耗。正常损耗？我在 4S 店摸爬滚打的时候，你还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呢。第一，进口车型的装潢包成本不到2000，你报表上写8000。第二，保险公司的返点通常在30%，你这里只入账10%。第三，售后原厂配件的采购价比市场零售价还高出2成。这中间差的几千万利润，是进了狗肚子，还是进了你赵总监的私人账户？齐总，您听我解释，大小姐她血口喷人。我妹妹说的话就是此刻，徐特助，带下去，教教精深。齐总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还有谁的报表需要我签字？既然没有，那就散会，以后按规矩办事。干得漂亮！接下来该让全江城认识真正的齐家大小姐了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们母女。妈妈，你今天好像仙女。乐乐今天也是最美的小公主。听说这位齐家大小姐刚回集团就雷厉风行，直接送高管进局子了。齐总可是把她宠上天了，今晚这排场，江城10年没见过了。各位，感谢莅临齐家认亲晚宴。这是我齐明远的亲妹妹陶然和我的外甥女乐乐。从今天起，陶然将正式接管齐氏集团的核心产业。任何敢对她不敬的人，就是与整个齐家为敌。大小姐真是气质出众，这套首饰太衬您了。过奖了，以后在江城还请各位多关照。妈妈，我困了。好，妈妈让阿姨带你去睡觉，照顾好她啊。
这一切终于彻底结束了。夜里风大，别着凉了。谢谢哥。今晚这么大的阵仗，还习惯吗？这短短几个月，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。从绝望轻生到现在的涅槃重生，哥，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傻丫头，你不需要感谢任何人，是你自己的坚强保护了乐乐，也等到了哥哥。是的，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陶然了。为了我们的新生活，为了璀璨的未来。齐总，大小姐出事了！慌什么？说清楚。林氏集团的总裁林叶舟，趁着咱们今晚办晚宴，暗中切断了大小姐刚接手的那个核心项目的全部供应链。林彦舟，他这是冲着我来的。你的胆子不小，敢在我的地盘上动土，马上通知法务部和公关部，我亲自去会会他。哥，等一下。冉冉，这件事交给我，哥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不，哥，既然这个项目交给了我，这就是我的战场。如果连这点风浪都扛不住，我怎么配做齐家的大小姐？好，不愧是我齐明远的妹妹，这件事全权交给你处理，齐家所有的资源随你调动。谢谢哥。小李，把林氏集团的详细资料送到私房。是，大小姐。是时候该让某些人知道，齐家的底线不容触碰。林一舟行事狠辣，但绝不会毫无破绽。他切断我们的供应链，无非是想逼我们高价钱。但他忘了，林氏上个月刚投了一个海外大项目，资金链现在绝对不宽容。你想怎么做？釜底抽薪。小李，立刻联系林氏的几个对头公司，我要给林叶昭准备一份大礼。齐总，林氏这次切断供应链，咱们的核心项目马上就要停保了。是啊，林彦舟手段狠辣，这项目刚交接就引来这头恶狼，恐怕什么？恐怕齐氏会被他林彦舟一口吞了。林彦舟确实是头恶狼，但他现在资金链紧绷，不过是虚张声势。桌上是我连夜做好的反击方案，我已经联合了林氏的3个死对头，准备全面追击他的海外项目。可是大小姐，3天内如果供应链接不上，违约金也是个天文数字啊！我在这里立下军令状，3天之内，我不仅要让供应链全面恢复，还要让林氏乖乖把吃进去的吐出来，付出惨痛代价。做不到，我主动辞去项目负责人的职务。大小姐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谁还有异议？全凭大小姐吩咐。去见张总，我让阿强带几个保镖跟着你。哥，带保镖去谈生意反而露怯，我带小李去就够了，放心吧。好。陶小姐，您来了。齐明远真是没人用了，派个半路出家的村妇来谈几亿的盘子。林总好大的威风，跑到别人的局上反客为主。陶小姐，实在对不住，林总给的利润比齐氏高出3个点，我这也是没办法，只能违约了。3个点，空头支票你也敢收？陶小姐说话最好过过脑子。林氏集团上个月刚在海外项目砸了30亿，现在资金链紧绷的连银行利息都快还不上了吧？你拿什么给张总兑现这3个点的利润？拿你们林氏快要烂尾的空壳项目吗？他怎么会知道林氏的内部财务状况？看来我小看你了。林一舟，齐氏的供应链你吞不下，小心撑破了胃。哼，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谁先死。张总，看看林总给你准备的大礼吧。林氏给你的合同里暗藏了极其苛刻的对赌协议，只要你签字，一旦林氏海外项目爆雷，
你的工厂就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到时候别说3个点的利润，你整个身家都要跟着破产。林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我当替死鬼吗？张总，你别听这个女人挑拨离间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这合作我不谈了。陶小姐，还是咱们骑士靠谱，我马上跟您续约。续约可以，但张总单方面违约在先，这规矩得改改。您说怎么改？明年的供应价在原基础上让利2成。2成？这我连本都快保不住了。不答应。小李，我们走。别，我签，我马上签。林总，商场如战场，靠骗是走不远的。陶然，你给我等着！我随时奉陪。陶然，既然商场上我动不了你，那就别怪我玩阴的。这是陶然以前在城中村的底细。哟，齐家大小姐以前还结过婚，前夫车祸死了，婆婆也出车祸死了。我要你把这些料放出去，找最好的水军给我炒，就写他命硬克夫，为了攀附齐家豪门，虐待婆婆致死，还狠心抛弃穷亲戚。林总，这可是豪门大瓜，得得罪齐家呀，这风险500万，买他身败名裂。林总放心，保证让他今晚就成为全网公敌。乐乐乖，睡吧，终于能给乐乐一个安稳的家了，一切都在变好。说，什么热搜？马上压下去。林彦州，你找死！马上通知公关部，10分钟内我要看到所有黑稿消失。陶小姐，请问网传你命硬克死前夫是真的吗？你为了攀附齐家豪门，是不是故意逼死了你的亲婆婆曾翠黄？他们怎么会知道城中村的事？你抛弃穷亲戚，独自享福，午夜梦回就不会良心耐安吗？你们不要胡说八道，事情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还敢狡辩？你这个心狠手辣的毒妇！放手！放手！难道我好不容易重塑的人生又要被毁掉吗？哎呦！谁敢再动他一下试试？今天在这里造谣生事的，齐氏集团的律师团会挨个给你们发传票。冉冉别怕，哥来了。哥，把这些人的设备全给我砸了，出任何事我秦明也担着。通知所有高管，动用集团一切资本力量，把今天在场的媒体全部封杀。哥，等一下。冉冉，你别怕，哥绝对不会让林彦州和那些媒体好过，我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一味躲在哥哥身后，只会让那些恶人更加猖狂。哥，不能封杀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欺负到你头上了。现在全网都在盯着我们，如果强行封杀，只会坐实我心虚的罪名，这正中林彦州的下怀。那难道就任由他们往你身上泼脏水？
既然他们想看戏，那我们就把戏台搭得更大一点。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的意思是？让子弹飞。哥，帮我安排一场全网直播的新闻发布会。可是那些记者一定会像疯狗一样咬你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在全网面前发疯。只有把伤疤彻底揭开，才能用真相绝杀他。我的妹妹终于真正长大了。通知公关部，立刻布置最高规格的发布会现场，开启全网直播。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。陶小姐，网传您私生活混乱，气死前夫，还独吞赔偿金，请问您作何解释？您今天召开全网直播是为了公开道歉吗？今天我要把你们加注在我身上的脏女连本带利的还回去。我今天坐在这里，不是为了道歉，而是为了揭开真相。王万之后说话，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受害者家属。我丈夫车祸去世后，我的婆婆和小姑子不仅霸占了全部赔偿金，还将我和发着高烧的女儿赶出家门。为了逼我拿钱，他们甚至绑架了我的亲生女儿。如果保护女儿、反抗勒索就是你们口中的恶毒，那我陶然认下这个字。骑士集团法务部已经对所有造谣媒体和个人完成取证，绝不姑息。这不可能！乐乐，妈妈终于为你讨回公道了。妹妹，干得漂亮！大家以为这场针对我的网暴仅仅是王家人贪得无厌的结果吗？王家人不过是被人当枪使的蠢货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这是林氏集团总裁林一舟收买狗铺、恶意捏造谣言的转账记录。把陶然的名声给我彻底搞臭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居然是林氏集团在背后搞鬼！不仅如此，林氏集团近期在城东开发项目中涉嫌多项违规操作、偷税漏税，所有证据我已经同步提交给了相关部门。妹妹反击起来，真是毫不留情。骑士集团将全面终止与林氏的一切合作，并追究其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。他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喂，林总，不好了，我们的夜盘股价瞬间崩盘了，相关部门的人已经到公司楼下了。全完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。
林氏集团总裁林业洲因涉嫌多项商业犯罪，已于今日被警方依法带走调查。林氏旗下产业正面临全面清算。哥，尝尝我亲手泡的咖啡。林氏倒台后，空出的市场份额已经被我们全面接手，重组非常顺利。他自寻死路，怨不得别人。冉冉，你真的长大了。那个曾经只会躲在角落哭泣的妹妹，终于蜕变了。我原本以为把你找回来，只要护着你一辈子就好，没想到你现在反倒能保护齐家的产业了。哥，你为我遮风挡雨，我当然要为你披荆斩棘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哥，这只是个开始。看来齐副总裁野心不小。我要让齐氏集团走向更高的巅峰，让任何人都再也不敢轻视我。齐总、陶副总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说清楚。林氏底下的核心供应商联合抗拒收购，他们拒绝签署收购，他们拒绝签署重组协议。林彦洲都进去了，他们哪来的底气？背后似乎有海外资本撑腰，领头的是盛世投行的顾燕慈。顾燕慈，华尔街出了名的冷面修罗，他居然盯上了这块肉。顾燕慈，不管他是修罗还是鳄鱼，到了江城就得守我的规矩。既然野心这么大，这个案子你来挑。哥，你这是要把骑士的命脉交给我？骑士的未来本来就是你的，放手去干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小李，立刻查清楚顾燕慈这次带了多少资金入场。明白，我马上联系海外风控部。还有，通知那几个带头抗收购的供应商代表，下午3点1号会议室，我要亲自会会他们。陶副总，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，万一在会议上闹起来。闹，我最不怕的就是别人闹。告诉他们，下午3点不到的，齐氏集团将永久拉黑，断绝一切合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顾彦觉，你想拿我当垫脚石，那我们就看看谁先踩死谁。法务部带上林氏供应商的所有违约条款，下午2点半到我办公室开会。陶副总，你们齐氏吃相太难看了，收购价压得这么低，我们绝不同意。对，副总那边可是给出了高出你们2倍的价格，我们不同意。高出2倍？你们真以为海外资本是来做善事的？看看清楚，这是盛世投行惯用的对赌协议，拿了顾燕思的钱，半年内完不成利润指标，你们连底裤都要赔进去。那也比被你们骑士吞了强。林氏倒台，你们的资金链早就断了，除了骑士，整个江城谁还能吃下你们的烂摊子？我今天坐在这里，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，对付这群老狐狸，只能比他们更狠。要么签了重组协议，跟着骑士吃肉，要么抱着顾燕慈的空头支票，一起破产清算。顾总，骑士的陶然出手了，他直接拿出了我们的对赌协议底牌，压住了那群供应商。有点意思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看穿我的布局，这个陶然比我想象中还要敏锐。帮我送份拜访函去齐氏集团。您要亲自去？我要亲自会会这位齐家大小姐。陶副总，林氏那批旧部在会议室闹起来了，甚至开始砸东西。知道了。
在征服商界前，我得先去看看乐乐。乐乐乖，画的什么呀？画了妈妈和舅舅，还有乐乐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曾经我连保护你的能力都没有，现在谁也别想欺负我。妈妈要去打个大怪兽，乐乐在这里等妈妈好不好？好，妈妈最厉害了。齐总，你们齐氏想一口吞淀我们，门儿都没有！我们背后可是有盛世投行撑腰，今天不给我们双倍的收购款，我们就不走了。砸够了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她是我齐明远的亲妹妹，齐氏集团的副总裁。嫌齐氏给的条件差，可以。林氏倒台，你们身上背着多少烂账？真以为经侦查不出来？盛世投行，顾燕慈给你们的空头支票，你们也敢当真？对付这群吸血鬼，绝不能有半点退让。现在要么签字滚蛋，要么我立刻把你们的财务漏洞移交警方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盛世投行，顾燕慈。干得漂亮，冉冉。陶副总，盛世投的顾总来了，就在楼下。顾燕姐，那个在背后给林氏就职撑腰的海外资本，动作真快。他来干什么？黄鼠狼给鸡拜年。既然人家亲自上门，我们没有不见的道理。走，去会会这位顾总。比我想象中还要迷人。顾总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来看看能看穿我对赌协议的究竟是怎样一位奇女子。陶副总，百闻不如一见。顾总如果是来谈合作的，请拿出诚意；如果是来宣战的，齐氏随时奉陪。陶副总误会了，我对齐氏的产业没兴趣。哦，那顾总对什么有兴趣？我对你很感兴趣。这个男人危险又难缠，这个男人危险又难缠。顾总的兴趣爱好还真特别，不过我没时间陪你玩猎人游戏。陶副总怎么知道我不是带着诚意来的猎物呢？陶副总，不好了，林氏旧部的赵董带着几个大供货商在会议室闹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要求把收购价格提高30%，否则就集体罢工断供。走，去会议室。看来陶副总有麻烦了，不介意我旁观一下吧？随便你。齐氏想一口吞掉我们，没门儿！今天不答应提价，我们绝不签字。现在林氏的资产姓齐，不想干的立刻滚。陶副总，年轻人别太气盛，我们这些老骨头要是集体罢工，林氏的供应链明天就得瘫痪。赵董这是在威胁我？哼，不敢，只是提醒陶副总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就凭你也配叫地头蛇？小李念。赵董在担任林氏供应商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吃回扣高达3000万，并在去年的城东项目中以次充好，导致严重违约。你血口喷人，这是诬陷！是不是诬陷？你留着去跟经侦大队解释吧。从现在起，赵氏企业被彻底逮出齐氏供应链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所有证据直接移交法务部报警。陶副总，我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还有谁觉得收购价不合理的，现在就可以站出来。合理，非常合理，我马上签字。我也签，以后我们全听齐氏的安排。对付这些毒瘤，就必须一击致命。够狠，够辣，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。陶副总，查清楚了，赵董背后煽动的人是谁？是海外财团的代表顾寒，他刚刚主动发来邀约，今晚在帝豪会室见一面。
顾寒，看来林氏这块肥肉盯上的人不少。既然人家主动送上门，那我就去会会他。顾总大费周章煽动赵董闹事，就是为了见我一面。陶副总快人快语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林氏的海外并购项目，我要占股80%。80%？你作后！顾总想用市场价的1/10吞下林氏最核心的海外资产，这不叫入股，这叫明抢。商场如战场，我顾寒看上的东西，从来没有拿不到的。齐氏集团不缺资金，更不缺胃口。林氏的盘子我们自己吃得下。陶然，你太天真了。你以为林叶洲进去，林氏就干净了？林氏海外资产的底层架构里藏着300亿的债务窟窿，只要我动动手指，明天一早，齐氏就会因为这笔烂账被彻底拖垮，血本无归。这个混蛋，居然敢威胁我妹妹！你敢动齐氏试试？签了这份协议，我帮你填平窟窿，否则大家一起玩。找死！顾寒，你以为拿个破窟窿就能吓唬住我？我陶然能把林氏连根拔起，就不怕他烂在地里。想截胡齐氏的资产，你还不配。林一舟在看守所绝食抗议，非要见你一面才肯交代海外账户的密码。他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顾寒昨晚放了狠话，那300亿的窟窿如果填不上，齐氏的股价今天开盘就会受影响。所以我必须从林彦洲嘴里把顾寒的底牌撬出来。陶小姐，探视时间只有10分钟。陶然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绝食逼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。顾寒已经找过你了吧？顾寒看上的猎物从来没有跑得掉的，包括你。他会把齐氏连皮带骨的吞下去，替我报仇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林氏集团的最终破产清算书。不可能，顾寒答应过会帮我填平那300亿的窟窿。顾寒是个商人，他便愿使用的，他凭什么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去救一个死人？你胡说！他对林氏的海外资产势在必得。更何况，据我所知，顾寒的海外资金链根本拿不出300亿的现金。你放屁！他的天狼星离岸基金里明明有充足的流动资金，只要他把钱转进来，林氏就能活，我还能东山再起。谢谢你的情报，林总。陶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套我的话？在里面好好反省吧，你的时代彻底结束了。陶然，你回来，把林氏还给我！啊！过去的阴霾终于彻底斩断了。怎么样？他没发疯吧？不仅发疯了，还把顾寒的底牌全抖出来了。陶小姐，这么巧，顾寒，你来干什么？哥，没事。顾总不在公司守着你的天狼星基金，跑来警局门口吹风。这女人居然这么快就查到了我的资金盘。我只是来看看能让我顾寒吃瘪的女人到底有多大本事。那顾总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千万别眨眼。陶然，你越是带刺，我就越想把你连根拔起，种在我的花园里。只怕顾总的花园太小，装不下我这棵参天大树。哥，我们走。陶然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顾寒动手了，我们海外并购案的几家合作银行突然同时宣布抽贷，资金链断了。立刻回公司。哥，顾寒开始咬人了，回集团。这疯狗动作真快。陶总，受抽豆消息影响，齐氏的股价开盘就跌了3个点，董事会那边人心惶惶。通知公关部压住舆论，
告诉董事会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冉冉，海外并购案的资金缺口有多大？目前缺口高达30亿，如果3天内资金不能到位，并购案将面临巨额违约金。我立刻动用齐家的私人金库，先把这个窟窿点上。不行，这正是顾寒想要的。什么意思？顾寒的天狼星基金最擅长绞杀战，他抽贷就是为了逼我们动用底牌。一旦骑士的现金流被耗尽，他就会像饿狼一样把我们彻底吞噬。那难道眼睁睁看着并购案流产？既然他想玩资金盘，那我们就陪他玩把大的。小李，林彦洲在警局交代的那几个海外账户查清楚了吗？查清了，都是顾寒名下的空壳公司，专门用来做资金杠杆。很好，调集我们手里所有能动用的隐秘资金，加10倍杠杆，反向做空顾寒的这几家空壳公司。陶总，这太冒险了，一旦失败，骑士会万劫不复。按副总说的做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冉冉，顾寒这个人行事诡谲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哥，商场如战场，退一步就是死局。顾寒，你想把我种在你的花园里，那我就先烧了你的后院。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们的核心并购数据在10分钟前被人拷贝过。公司里有内鬼？顾寒能这么精准的联合银行抽贷，绝对是拿到了我们的底。看来这场仗比我想象的还要凶险。安保部，立刻封锁整栋大楼，任何人不准进出。大楼已经封锁，我看这只老鼠往哪儿跑。哥，10分钟前数据才被拷贝，他肯定还没来得及把东西传出去。顾寒的手段向来滴水不漏，这个内鬼级别绝对不低。去监控室，我要亲自把他揪出来。陶总，凌晨2点，有人用高级权限刷开了机房的门。是周副总，这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！哥，站住！证据确凿，我现在就去废了他。抓他容易，但抓了他，顾寒马上就会知道我们察觉了。周副总是跟着哥哥打天下的元老，顾寒能策反他，手里一定捏着致命的筹码。查他的海外账户，还有他家人的动向。果然，周副总的妻儿上周被秘密送到了澳洲，目前被顾寒的人严密监控。顾寒这畜生，居然祸不及家人的规矩都不顾。顾寒是个疯子，他想要的从来不只是骑士的产业。顾寒，你想玩猫鼠游戏，我就让你尝尝被猎物反咬一口的滋味。走，去地下车库。周副总现在肯定急着把数据传出去。周叔，这么晚了，急着去哪儿啊？陶副总，我家里有点急事儿，正准备回去。是家里的急事，还是澳洲的急事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凌晨2点潜入机房，拷贝核心并购数据。周叔，你这把老骨头还挺拼的。陶然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是公司的元老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就是你要交给顾寒的投名状吧？陶总，我错了。顾寒那个疯子绑了我的老婆孩子，我不照做，他会杀了他们的。顾寒还说只要搞垮骑士，他就会把你锁在他身边。他是个变态啊！周叔，你以为把数据给了他，他就会放过你的家人？那我能怎么办？我没得选啊！你现在有选了。陶总，您这份数据里，我已经植入了反向追踪木马和伪造的底价，把这个交给他，告诉他骑士已经山穷水尽。您要将计就计，我要让他拿着这份假底价，把天狼星的全部资金砸进我的陷阱里。顾寒，既然你想把我当猎物，那我们就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猎人。办好这件事，我保证你妻儿平安回国。
敢耍花样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错，我一定照做，谢谢陶总。我已经找到了新的海外过桥资金，这是核心账户的密钥文件。周副总，你是公司的元老，这笔资金的对接就交给你跟进了。陶总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鱼儿该彻底咬够了。顾总，他上钩了，他不仅没怀疑我，还把新找的海外资金密钥交给我了。很好，把密钥和昨晚的底价数据一起发过来。那我老婆孩子，只要骑士今天破产，明天我就让你一家团聚。陶然啊陶然，你越是挣扎，我就越想把你折断翅膀，永远锁在我的身边。然然，反向追踪木马已经激活，顾寒的天狼星资本正在大举买入我们伪造的空壳项目。他以为拿到了我们的底牌，想用绝对的资金优势直接碾压我们。他根本不知道，那个所谓的海外过桥资金账户是个早就布好局的无底洞。顾寒，你对我那令人作呕的变态执念，就是你最大的致命恨。哥，收网，切断所有真实资金链，把他的钱全部锁死在离岸账户里。瓮中捉鳖，这下他插翅难逃了。假的，底价是假的，密钥也是假的。陶然，你居然敢算计我！好，很好，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惊喜。通知所有持有骑士股份的岸线股东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要亲自去骑士集团的董事会。既然案件伤不了你，那我就当面打断你的傲骨，让你跪着求我。因为陶副总的独断专行，我们的海外项目全面停滞，公司每天都在承受巨额损失。我提议，为了及时止损，立刻罢免陶然的副总裁职务。周副总说的对，骑士集团现在需要的是救世主。顾寒，这里是骑士的董事会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齐总别生气，我可是带着100亿资金的诚意来的。只要让陶副总下台，乖乖跟我走，我的资金立刻进场救市。顾总，等你们很久了。大家先听一段有趣的对话吧。只要骑士今天破产，明天我就让你一家团聚。好，底价数据我马上发过去。这是伪造的，陶然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伪造的？你留着去跟金身大队解释吧。就算周副总有错，也改变不了骑士资金链断裂的事实。然然，别应承了，只要你求我做我的女人，我名下的100亿资金都是你的。真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。100亿资金？你是指你那些已经被全面冻结的离岸空壳账户吗？你把我的资金反向透支了！你以为用周副总家人的安危就能逼他拿到真底价？你拿到的不过是我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无底洞。顾寒，你的天狼星资本涉嫌跨国洗钱和资金造假，相关证据我已经全部提交给经侦部。陶然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的痴心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我陶然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不需要任何男人的施舍。把周副总直接送到经侦大队。齐总，陶副总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。陶然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们走着瞧。保安，把这个闲杂人等给我轰出去。陶然，你只能是我的！陶然，你只能是我的！各位董事，内部的蛀虫已经清理干净，外部的威胁也已解除。接下来，骑士集团将迎来真正的腾飞。我的妹妹已经是真正的女王了。就在10分钟前，我们已经全面接收了天狼星资本在海外的核心盘子。这可是史诗级的海外并购啊！陶副总，您竟然在顾寒眼皮子底下吞了他的老底！
商场如战场，对付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狗，就要一击毙命，连根拔起。从今天起，骑士集团的版图将正式向海外扩张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的妹妹已经是真正掌控商界的女王了。陶副总，这份并购大礼和我的诚意还满意吗？霍总在华尔街帮我狙击顾寒的资金链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我不需要你记人情，我只想要一个和你并肩站在一起的机会。想做我陶然的男人，光有钱可不够。那就用我霍氏的半壁江山做聘礼，换陶总一个共进晚餐的机会，如何？看你表现。势均力敌的爱情似乎也不错。刚才霍廷那小子给你打电话了。哥，你连这都知道？想追我齐明媛的妹妹，他得拿出点真本事，不然我可不答应。哥，感情的事儿顺其自然，我现在更在乎我们的商业帝国。冉冉，你真的做到了。从那个被婆家欺凌、无家可归的单亲妈妈，到现在叱咤风云的骑士掌舵人，你吃了不少苦。那些苦难不过是我登顶的垫脚石。哥，谢谢你当初在雨中向我伸出手。傻丫头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哥，敬我们的骑士集团，敬真正的巅峰。齐总，对不起，他们硬闯。骑士集团的门槛也不过如此嘛。你是什么人，敢在骑士撒野？京城贺家，贺廷。京城贺家，那个垄断了北方重工的顶级财阀，贺少好大的威风，跑到江城来耍河。你就是那个把林氏搞垮的寡妇，长得倒是不错。嘴巴放干净点。我今天来不是打架的，是来通知你们，骑士刚在海外并购的那个新能源项目，我看上了，签个字，转让给我。贺少是不是没睡醒？那是骑士砸了300亿拿下的核心项目。300亿，我出3块钱。你做梦！保安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这栋楼的安保系统已经被我的人接管了。骑士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会让，带着你的垃圾滚出我的地盘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们以为并购成功就万事大吉了？去查查你们的海外资金链吧，没有我贺家的点头，你们在海外1分钱都动不了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后我要骑士在江城彻底消失。欺人太甚！贺家在海外的资本势力太庞大了，他们直接通过华尔街的财团锁死了我们的过桥资金。刚解决完林氏，又来个贺家，真当我陶然是软柿子？哥，慌没用，资金链断裂，我们最多撑1个星期。我马上联系江城的几家银行，看能不能紧急借鉴。贺家既然敢明目张胆的来，就一定打点好了江城的地头蛇，没人敢借钱给我们。听说京城的疯狗去你那儿咬人了。霍总的消息倒是灵通。你的事我向来放在第一位。贺家锁了你的资金，我霍氏的海外金库随时为你敞开。霍总这是要为了我公然和京城贺家开战？为了我未来的夫人，区区一个贺家算什么？霍廷，我陶然从不白拿别人的东西。那今晚8点，维多利亚餐厅，我等你来跟我谈条件。霍廷，他愿意帮忙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哥，贺廷想用资金链逼死我们，那我们就借力打力，剁了他的爪子。冉冉，霍廷虽然愿意出手，但霍家毕竟是外人，他的条件绝不简单。我知道，昨晚的试探只是缓兵之计。我今天亲自飞一趟京城，找几位市郊长辈斡旋，绝不能让贺廷在江城一手遮天。哥，贺廷行事狠辣，你这一趟一定要小心。
放心吧，天塌下来有哥顶着，你在家守好公司。哥，早点平安回来。贺婷动作真快，一上午就有5家供应商要求提前结清尾款，怎么回事？心慌的厉害。小李，我哥上飞机了吗？大小姐，出事儿了！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齐总的车队在跨海大桥被一辆重卡蓄意撞击。你说什么？我哥人呢？齐总满身是血，已经昏迷了，正在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。哥，小李，我哥怎么样了？医生说，多处骨折，颅内出血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对不起，陶总。我把京城最好的脑外科专家调过来了，已经在飞机上了。是贺婷干的，对不对？那辆重卡司机当场死亡，查不到任何背景，但除了贺家，没人敢在江城动情人缘。哥，你为了保护我拼尽了全力，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。小李，立刻封锁我哥车祸的消息，对外相称他已经秘密抵达京城。大小姐，可是公司那边现在群龙无首。从现在起，齐氏集团由我全面接管。霍总，昨晚的条件我答应了，但我要加一条。你说。我要贺婷血债血偿。如你所愿，我的霍太太。医生，我哥怎么样了？命保住了，但颅内出血严重，暂未脱离危险期。今晚是关键。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王董在公司内部群发了齐总重伤垂危的消息，他现在联合了几个大股东，正在会议室召开紧急董事会，要强行罢免您的职务。贺婷，你动作倒是够快。去吧，我的保镖在楼下等你。记住，你现在是霍太太，没人动不了你。小李，备车回公司。各位，齐明远现在躺在 ICU 里半死不活，齐氏集团不能一日无主。可是陶副总还在。陶然，他不过是个靠哥哥上位的花瓶，他懂什么商战？贺氏集团的贺总已经答诺了，只要我们交出控制权，贺氏愿意注资30亿帮我们渡过难关。对，不能让一个女人毁了我们的钱袋子。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齐氏的控制权。哟，陶副总不在医院哭丧，跑回公司干什么？王董似乎很盼着我哥出事。陶然，你别不识好歹！现在齐氏群龙无首，只有贺总能救我们，你赶紧交出公章！贺婷给你私人账户打了5000万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救齐氏？你血口喷人，这是伪造的！城南项目你吃回扣2000万，加上这次受贿5000万，证据我已经同步发给经侦大队了。陶然，你敢！我是公司元老！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。放开我！陶然，你个贱人！贺总不会放过你的！哥，你打下的江山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还有谁想投靠贺婷的，现在就可以滚。陶总，我都听您的。我哥只是受了点轻伤，目前在京城休养。齐氏集团的资金链没有任何问题。3天内
我会拿下城西的地皮，让骑士的股价翻倍。如果做不到，我陶然自动引咎辞职。散会。王董又闹幺蛾子了？不是公司，是乐乐小姐的幼儿园。安保团队汇报，今天上午有2辆无牌面包车一直在幼儿园附近徘徊。贺婷，你在公司斗不过我，就想动我的女儿。霍婷，谢谢你，但这笔账我要亲自算。既然贺总这么喜欢玩阴的，那我们就陪他玩到底。需要报警吗？报警太便宜他了。通知齐家最精锐的黑衣卫，立刻去幼儿园设伏。敢动我的逆鳞，我要让他有来无回。动作快点，直接抱上车。我的手！我的天啊！妈妈，乐乐不怕，妈妈来接你回家了。乐乐不怕，有超人叔叔保护我。手机拿出来。事情办妥了，把那小丫头带到城郊废弃工厂来。贺总，废弃工厂风太大，不如我亲自去贺氏集团拜访你。陶然，怎么是你？我的人呢？贺总养的狗不太听话，我替你教训了一下。陶然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骑士集团早晚是我的。贺婷，商场上的事我们在商场上解决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把主意打到我女儿身上。你敢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从今天起，骑士集团将不惜一切代价全面狙击贺氏的所有项目，触碰我底线的人必死无疑。把这2个废物送去警局，告诉霍婷，他的人可以撤。是，大小姐。乐乐是我的命，谁敢动他，我就要谁的命。大小姐，贺婷疯了，她动用了京城那边的资本关系。江城所有银行同时宣布对我们断贷，供应链也全面停款了。绑架我女儿不成，就想用资本压死我？贺婷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陶然认输吗？江城的路走不通，我们就往上走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京城萧家，可是萧家和贺家是死敌，门槛极高，我们根本搭不上线啊。霍婷之前留下的那张名片，是不是有京城的背景？霍先生确实提过，如果骑士在江城遇到绝境，可以去京城找他。贝基，我要亲自去一趟京城。霍婷，你3番5次暗中护着乐乐，这次我只能把赌注压在你身上。可是齐总现在还没醒，您一个人去京城，正因为哥哥倒下了，我才必须站出来。通知法务部，把贺婷违约的证据全部固定好，等我回来清算。哥，你好好睡一觉，接下来的硬仗，妹妹替你打。乐乐，妈妈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家，守住骑士。大小姐，京城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接机。骑士现在资金链断裂，
我这次去是破釜沉舟，没有退路。江城这边你盯紧贺婷，有任何变动随时汇报。您放心，我死守其事。贺婷，等我从京城回来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京城，我来了，哥哥，我一定会带着希望回去。陶小姐，您请进。这张花了骑士最后500万现金流买来的入场券，必须物超所值。这是哪家的千金？这气场绝不是普通豪门能养出来的。没见过，但敢压轴出场，胆子不小。哟，这不是骑士集团的代理总裁吗？怎么，江城混不下去，跑来京城卖笑了？贺总不在江城守着你那堆即将爆雷的烂摊子，跑来京城丢人现眼。齐明远都快成植物人了，骑士资金链全面断裂。你以为凭你一张高价买来的邀请函就能在京城找到接盘侠？谁说我是来找接盘侠的？我是来送贺总上路。贺家在海外的那些违规操作、阴阳合同，还有洗钱的流水，我已经整理成册了。你敢诈我？那些账目早就销毁了。是吗？那贺总猜猜，这份文件如果落在京城大人物的手里，贺家还能活过今晚吗？那个白上衣黑短裙，敢当众给贺家小子难堪的丫头是谁？回老爷，是江城骑士集团的大小姐陶然。哼，有点意思，孤身一人闯京城，还敢在我的地盘上拿贺家的黑料做局当诱饵。这丫头野心太大，要不要我去把陶然赶出去，免得坏了晚宴的规矩？不，去把他请上来。我倒要看看霍廷那小子拼了命也要暗中护着的女人，到底有多大本事。把东西给我。贺总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陶小姐，我们家老爷有请 ，VIP 室已经备好了顶级大红袍。萧家的管家，这怎么可能？他连给萧家提鞋都不配。贺总，注意你的言辞。陶小姐现在是萧家的贵客。霍廷，看来你的名字在京城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听。有劳管家带路。萧家是京城顶级财阀，这场谈判绝不能掉以轻心。陶小姐，请进。坐吧，江城来的小丫头。多谢萧老先生款待。霍廷那小子为了你，连京城霍家的规矩都不顾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三头六臂。霍廷，他竟然在背后为我做了这么多。萧老先生误会了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靠的是骑士集团的实力，而不是霍廷的庇护。好大的口气！你手里拿捏着贺家那点黑料，就以为能在京城横着走了？贺家在海外项目上的资金漏洞高达30亿，这不仅是黑料，更是萧家吞并贺家海外市场的最好时机。萧家不缺这30亿的市场，我凭什么要为了你去趟这趟浑水？因为骑士集团可以为您提供一条直通欧洲的成熟供应链。贺家倒台后，骑士愿意让出海外项目40%的利润，与萧家共享。40%？丫头，你知不知道在京城没有人敢跟我谈条件？商场上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规矩。萧老先生既然请我上来，就说明这笔买卖你有兴趣。哈哈哈，好一个胆大包天的丫头，难怪霍廷会对你死心塌地。萧老先生，我们谈的是公事。好，谈公事，我可以帮你压死贺家，但骑士的海外项目我要签对赌协议。您说，1年之内，骑士海外项目的净利润必须达到100亿，如果做不到，
骑士在海外的所有资产全部归萧家所有。100亿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！100亿的利润，这意味着我要在1年内将骑士的海外版图扩大3倍。如果我做到了呢？如果你做到了，萧家不仅分文不取，还会动用京城的所有资源，保你骑士100年基业。成交。管家，拟合同。是，老爷。那个贱人到底在上面干什么？贺总，不好了，我们海外账户的资金链突然被冻结了。你说什么？谁干的？是萧家放的话。完了，贺家彻底完了。合作愉快，萧老爷子。合作愉快，丫头。京城的水很深，希望你别淹死在里面。我不仅不会淹死，还会掀起滔天巨浪。另外，麻烦您转告霍廷，我欠他的人情，我会亲自还。霍家那小子眼光确实毒辣。江城，我回来了。贺廷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这个人情，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还不清了。王董，股价已经跌破平仓线了，再没有资金注入，我们就要被强制平仓了。完了，骑士几十年的基业全完了。王董，别挣扎了，贺总说了，只要你现在签了字，还能给你留点养老钱。你们这是趁火打劫！商场如战场，成王败寇，距离收盘还有最后3分钟，签不签你自己看着办。王董，陶副总还没回来，我们真的顶不住了。陶然啊，陶然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骑士保不住了。谁敢签字？侯副总。陶然，你回来又有什么用？骑士的盘子已经烂透了。睁大你的眼看清楚，这是谁？京城萧家100亿资金，这不可能。小李，在。把这100亿资金全部砸进盘里，市面上有多少散单，就给我吃多少。是。资金已注入，开始扫单。涨了，涨了，我们守住了。完了，贺总的计划全完了。回去告诉贺廷，他吃进去的，我要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其实我守住了。我赢了。我知道，我的女孩从来不会输。霍总的消息倒是灵通。为了你，我可是把整个京城的眼线都撒出去了。什么时候回京城兑现你的人情？等我把江城的垃圾彻底清理干净。陶副总，资金已经彻底稳住盘面，贺廷那边肯定乱拓了。稳住盘面只是第一步。通知公关部，3天后召开全网直播的新闻发布会。发布会主题是什么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我要让贺廷再也翻不了身。陶副总，骑士刚刚度过资金危机，您今天召开全网直播是要宣布反击吗？
有传言说这次危机是京城贺家在背后操盘，请问属实吗？传言不虚。今天我不仅要宣布反击，还要给大家看一些有趣的东西。这是京城贺家家主贺廷利用海外空壳公司进行非法洗钱的全部证据。贺廷不仅恶意做空骑士，更长期利用地下钱庄转移资产，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。他怎么可能拿到这些绝密文件？贺总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京城萧家突然联合了几代财阀，对我们贺家的产业发起了全面阻击。萧家，他们怎么会为一个江城的女人跟我们死磕？贺家的股价崩盘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已经将所有证据同步提交给了经侦部门。贺廷，你的末日到了。贺廷，你加注在骑士身上的痛苦，我10000倍奉还。贺总，经侦的人已经到楼下了。完了，贺家100年基业全毁了。霍总怎么亲自来江城了？来看看我的女王是如何大杀四方的。贺家已经彻底覆灭，江城的垃圾清理干净了。多亏了霍总在京城的配合，萧家出手的时机刚刚好。那陶副总打算怎么谢我？请你吃顿便饭。一顿饭可不够，我要你陪我回京城。也许是时候开启新的篇章了。好，我跟你去京城。昨日，京城贺家掌舵人贺廷因涉嫌多项重大经济犯罪，已被京城经侦部门依法带走调查。贺氏旗下产业面临全面清算。辛苦了，齐总。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我都听见了，你做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只要哥哥能平安，我做的一切就都值得。贺家彻底倒了，江城的垃圾清理干净了，骑士的危机也解除了。不只是解除危机，你还借着这次机会把骑士的版图直接插进了京城。我还记得刚在城中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抱着发高烧的乐乐，躲在屋檐下浑身发抖。那时候我以为天都要塌了，是哥你给了我一个家。但现在，你已经能自己把天撑起来了。然然，从今天起，骑士集团就正式交给你了。哥，你才是骑士的总裁，我只是代管。你已经用实力向所有人证明了，你不再需要我的庇护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女王，骑士需要你。妈妈，舅舅醒啦！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霍总，这次多谢你在京城出手相助，齐家欠你一个人情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齐总见外了。以后不管是江城还是京城，我都会陪着他一起走下去。有霍总这句话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历经风雨，我终于拥有了真正属于我的家人和爱人。这片天，以后就靠你撑着了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会让骑士的名字响彻整个商界。陶总，贺家倒台后，骑士是否会全面进军京城市场？
骑士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的女王，准备好迎接你的新王座了吗？当然。从绝望的深渊到权力的巅峰，我陶然终于把命运死死握在了自己手里。徐总好。